焦虑时代来临，解忧就靠这一招。我厌恶热闹，我养蚂蚁。我也想养哎。他们会乖乖自己丢垃圾。好酷哦！踢之前我会想象骗我钱的人的脸，还钱啊！哇，我感受到你的愤怒哎。Eason 解压法宝，却让气氛变奇怪。焦虑的时候，你这边会整个很像被人家揪着抓住的那种揪着的感觉。这个超级解压。一开始痛，对，一开始痛，后来你真的会爱上它，很有感，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三养一人，我来。你辛苦了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你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是你们最爱的主持人巴小玉。今天我要在这里郑重声明，无论风雨，无论病痛，我绝对不会请辞。如果哪天你们看不到我的身影，那一定是被逼的，请大家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。你在忙什么？你在演哪一出？这是哪个戏的台词？你在练？还不是你？我怎么了？你满脑子想着要找代班主持人选。我在录影的前一晚，我都会焦虑到睡不着。你不能抛下我这个糟糠之妻。放尊重点。哦，对不起。这位施主，焦虑不能当饭吃。今天晚上邀请到5位来宾，他们在生活当中，其实跟你一样，常常困在焦虑的漩涡当中。哦，他们到底是如何挣脱的呢？或到现在还出不来？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？我们欢迎他们出场。首先欢迎唯一。哎呦，唯一！哎呦呀！欢迎夏雨桐。恭喜恭喜！哎呀呀呀呀！欢迎医生。哎，好焦虑，看见就。欢迎杨雅卓，欢迎。欢迎我们的营养师谢宜芳。哎呦，宜芳姐，哎呦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哦，这个宜芳姐是稀客呀。为了你的节目，当然一定要来啦。哎呦，是不是太给面子了？老朋友了。对，老朋友了。焦虑跟营养师也有关系哦。当然，因为有些食物是可以解焦虑的，对，缓解焦虑。今天我们就从焦虑来分享一下，来，环节。生活焦虑百种这件事，让我心惶惶。迟到？你说你有迟到焦虑？就是我快迟到，我就会非常的焦虑。我也有哎。快迟到，那这什么样叫迟到？如果我自己真的会迟到，我就会提前跟人家说，所以他可以安排他的事情，我也可以不要那么赶。但是提前可以不迟到的事情，我就会非常焦虑。比方说，我有个故事，就是我跟朋友晚上要约吃晚餐，6点钟，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先去剪头发，然后跟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呢就说，哎，那我们要去喝他们一群人要喝下午茶，就说那不然我们去你发廊附近那边下午茶，然后等你。他有一个人有开车，他说他就可以一起车我过去这样子。这样安排很好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大概时间有抓好，但5点10分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哎，我快好了，你们先结账，你们弄一弄，因为5点半一定要出发，不然6点来不及。对，所以我就5点10分，我说我快好了，我等下走过去5分钟，你们先结账，你们先干嘛这样子啊？然后好了之后我就走过去，15分到了。我看他们一群人，哎，你来啦，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脸有点沉下，我想说，我不是叫你们就是头发宽宽的吗？就是要走了。就是你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要准备出发了。对，那我干嘛提前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那我去，我说你们要不要先买单？他说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说，好，那我去买单这样。然后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其实我已经开始就是焦虑不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明明就可以提前准备好的事情啊，那个餐厅没有准时会吃不到的。不是，可是就是那种心情会被影响。就是你今天如果被事情耽搁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们明明就是在谈笑风生啊。然后他们还在继续聊刚刚还没聊完的话题，然后我就有点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结完账回来了，然后大家站起来要走喽。那时候已经20几分了，然后他说等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我怎么已经不行了？然后他一走掉之后，我就好很多哎。我就说我先去了。然后转头我就拦计程车，我就走了。哇塞！我觉得吃饭啦。餐厅是你定的？不是，
我觉得那个跟餐厅没有关系。哦，你好妙哦，你这个人好妙哦。可是因为，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焦虑跟愤怒已经到达一个极点了，我就。因为我觉得你们迟到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但是我其实时间有安排好，然后我就会。请问一下，你先到的时候是先吃吗？先吃了一道前菜。可是因为我就不想要成为一个迟到的人。我就是有原则的人啦，就是几点就应该是几点。那你离成功不远了，我觉得。对吗？这个令我很感动。这个年头有这么的人，太难得了。可是他可以理解，我们刚刚有聊，他可以理解。因为我是那种，比如说有通告，假设他跟我蕊时间约3点，我是那种2点50分我会坐定开始等，所以你3点没打给我，你晚了10分钟，我都会觉得为什么要差那10分钟？我就是因为对我来说，然后他又没有事先讲说我可能会晚10分钟打给你。没错，还有那种约看舞台剧的，你知道，如果有一些人会讲说我等一下就到，你的等一下是多一下。如果是真的马上可以在开演前到，我可以等。可是如果你就是没办法，你就要提早说。不然的话，我原本准时到的，我最后本来可以少开10分钟，我可以先进去啊，我可以把票留在前台。可是因为你的那一下，对，我最后就这我在乎，对，可能会在上半场的中间一段才能进去。对，我就很讨厌这种，所以一定是别人的问题。我懂你，就是你迟到关我什么事？我没有迟到啊。所以杨雅竹跟夏雨桐就是那种说一不二的人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可以提前说。我们其实是有留空间给别人，还是有弹性的嘛。对，只是你要老实提前讲。我经纪人也是跟我说，他等一下跟我说，他的那一下就好几个小时，哎，我就瞬间很紧张。我的紧张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我就打脸书的那个账号电话给他 ，IG 的账号电话给他 ，LINE 的账号电话，然后还一般的电话给他，因为我怕他滑倒啊。你经纪人感觉比较恐怖哎。然后后来我经纪人就说，他觉得他很焦虑。你是夺命连环扣哎你。可是我就是很。你的经纪人有随时会走的可能。没有，但因为我就会觉得为什么那个等一下会这么久，就是说清楚，要说清楚。焦虑习惯的人，大肠急躁症随时就来了。可是他只有针对这件事啊，我没有肠道症，我反而有。但是我因为我很容易，要怎么说？我呼吸很短，我都用肩膀呼吸，所以我这边压力很大。你都用肩膀呼吸，知道吗？很焦虑的。他都用肩膀呼吸，不是，就是正常说我们呼吸应该是腹式或者是背。就不会对，可是我都因为我呼吸很短，然后我就会这边有一条肌肉有问题吗？呼吸什么代替的什么的一条筋，我对肌肉，我很容易你呼吸就会牵动它就对了。就是真的，你如果呼吸急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边有点。就比方说我们很生气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是不是会脖子就会用到那一条？可是其实一般呼吸的时候不可以，但是因为我很容易焦虑，所以我都会用这边呼吸。哦，那不行，不行。就你这样呼吸谁受得了？没有，你知道我看电影哦，2个小时，我都会这样子。然后我突然放下，你说哦，好酸哦。哦，焦虑。你保持紧绷的状态。对。其实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看看甲状腺的方面的问题？你看这是那边。没有吗？他的跟甲状腺可能有关吗？我稍微有看一下他的那个脖子，对，看他的颈。可是我是低下哎，你是低下。那你有去治疗吗？可是因为我还不到要药物控制，我只是有点那个数值会就是波动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需要调整体质的年龄了。可是我甲状腺就是焦虑来的。真的，所以抗性哎，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有可能有必要。迟到他会焦虑，其他人会焦虑吗？你知道这种也会，都会，肯定。哎呦，都会，对啊，哎呦，包括营养师都会，你看看，营养也是刻不容缓的，对吧？一下吃不营养，一下吃不营养不行啊，对吧？这2天吃的太营养了，我要2天我要吃的不营养，是吧？很焦虑啊，焦虑。我做营养师旁边我超焦虑的。不要再传过来了，不要再传过来了，我好怕。不营养。我等下会讲到这个啊，先不要。我唯一说实在话。你看我们出道对吧？我实际上比你早出来几年嘛。对，我觉得你实在太营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以前那个俊俏，我们一起打篮球，那对，打篮球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坐在一个很不营养的人旁边，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？医生看起来这个焦虑很外显，很外显吧？对，焦虑到已经脸颊都凹陷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不能再瘦了。对，你先来好了，值得关心。吃不胖，你有肠道症吗？我常常因为焦虑，然后就食欲不振，就变成说我吃2口，我自己觉得身体就没胃口了。对，就没胃口，就会觉得好饱好撑，但其实都是那个摄取不够。然后，但是会让你心慌的是什么呢？对，
紫外线曝晒。什么？这应该是他们要担心的吧？其实这是一种容貌焦虑，然后大家一定你有想说容貌焦虑？对，大家想说你凭什么有容貌焦虑啊？但是我是真的有，我还真的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呢你怎么，会有紫外线曝晒的问题呢？你不都去鬼屋吗？对。这也是我乐于接鬼屋的原因，因为它因为它是外景，但是它是不会晒到太阳的外景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之前去看那个皮肤科的那个，我要去看我的那个长痘痘，我去皮肤科看，然后我也准备要正要离开那个诊间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就多说了一句话，就说黄先生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你有肝斑的体质哦。哦，对肝斑去不掉哎。对于是我就开始就会在 Google 脸上，对我就开始 Google，而且是肝斑是什么？雷射都弄不掉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看到那个 Google 的照片以后，我吓坏了，因为肝斑它就是会从你的这个脸颊这边长出很像猪肝色的那种斑。我想说不行啊，我是靠脸吃饭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确定？你要确哦。你是不是误会太久了？我想说不行，我绝对不行。然后我就上网查要如何防止那个就是肝斑的那个恶化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防紫外线，就是防晒这样子。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去上网买的那个紫外线的那个侦测仪。然后呢，我就这么的在意。是的话，其实算中间偏下。如果是在户外的话，这个会飙到10几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拿着对照表跟这个紫外线侦测仪，然后我就开始在我家的每一个地方，比方说这一片玻璃前面这边测，我发现玻璃其实会透紫外线进来的。不然呢？然后当然啦，贴隔热纸就。然后我想说天哪，我以前都坐在那个位置看电视于是我就开始移动我家的那个沙发，就把我的那个沙发就整个都搬离那个窗户边这样子，就不能在那个窗户边。然后从此之后呢，譬如说我洗澡的时候，我也是背对着窗户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在洗澡的时候那个阳光这样照进来，我又晒到了，然后我就这样子蹲在那个在自己家里活得好卑微哦。蹲在那个厕所的那个角落，想到这里没有紫外线。他的这些种种的反应跟临界的朋友像不像？临界朋友不能晒到太阳，躲长长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会整个很虚弱，然后会痛。听说那些他们灵体也会痛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，就感觉我晒了，我就是整个人就家怎么活这么不自在？然后如果真的要去，譬如说像我很喜欢冲浪嘛，然后我去冲浪的时候，冲浪对，那得晚上去啊。没有啦，还是要白天，可是冲浪这个时候要怎么防呢？对啊，我那个时候我会先涂一层那个物理防晒，然后再涂一层化学防晒，我最后还会再戴上一个头套，然后就是这种。这种抢匪在冲浪的，我每次看他贴文，我都觉得好黑哦。可是会不会就晒到有这样子？但是没办法，我就要把它这个影子，我就要减轻到最低伤害这样子。所以我冲浪的时候超级辛苦的，就是我朋友就是很正常在那边享受阳光，会有一点图案，很像冲浪摔跤手对啊，就还蛮变态的。然后我只要就那种摔跤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只要滑到海上啊，然后我周围的那些就冲浪的人都会滑开，就是他又觉得这个人好变态，想说到底是干嘛的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很辛苦，然后。但是因为这个上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差不多夕阳嘛，然后夕阳那个时候我就要骑摩托车回家这样子。我想说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忽略了那个夕阳，你以为说啊那个紫外线还好，其实对，其实西晒它那个直接这个晒进去，那个绝对是还有泛舟那个河水或是雪地的那个也很晒，对，是吗？因为如果是日正当中的话，其实可以晒到的地方只有这样。对。但是西晒它是从旁边侧面全面，对你反而整张脸都在晒。那你之前而且出游戏外景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个时候心都在滴血啊，我都觉得说哇天哪，我的肝斑要长出来，我要肝斑长出来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你那个上妆之前，你的防晒乳先上好的话，其实它的那个隔绝效果是很强的这样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外景的时候戴这个头套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对，你可以戴全罩式安全帽啊。那请问请他去上节目或请别人有什么差别呢？你可以戴牛皮纸袋啊。
然后，而且我要想提醒大家，就是你走在，就是譬如说你走在马路上面，你不要以为说啊紫外线照不到你。其实我们那个大楼的建筑物啊，反光，它的那个反射折射率都达到7-80%。大楼外墙的反射。对，然后你去溪边啊，或者是海边玩水，水的折射率几乎要达到100%了。所以你觉得水的折射100%？对，所以你觉得说你就是太阳从这边照下来。不会照到你不会晒伤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这样子透过海水或者是河水，就像有人去滑雪，对，冰天雪地的，然后还能因为这样被晒伤过。对3度灼伤。你这样那个维他命没错，E 会不会过少还是什么？哎，是 D 还是 E？就是我知道说要有些东西要晒太阳才会产生嘛，但是我想说不行，我要保住我的脸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全身包起来，然后就让我的手背这样子过晒15分钟，然后讲说够了，我的维他命 D 够了，好收起来这样子。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好真的比我怪的耶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的手背是黑的啊，因为我只让这个地方去吸收我的维生素、维他命 D 这样子，其他地方好，没有问题了，谢谢。很高兴跟我们分享这些，真的很高兴。容貌焦虑。我觉得我的心慌是现在，我觉得任何年龄层都一定会有的。之前应该是等不到求婚嘛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对这个还好。对，但我觉得是社交比较容易有压力。因为其实现代人不真的啦，丢这个丢你哦，掉下来。不是，因为现代人大家都会用那个什么社群啊，常会有些人有已读未读，或是已读未回，光这件事情已读攻读对都有，都会有点焦虑。所以我就是交新朋友，我就会很焦虑。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交朋友的人，对，什么叫看起来？你就是啊，什么看起来？对，可是其实我内心是你是社恐啊？有一点的，有一点，其实也不是有一点，是有很多。还是以前你没有很认识自己？以前我没有发现我会对交新朋友这么焦虑，我是到现在才发现。对，以前我也看不出来。我们在冒牌天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对看不出来，都是你朋友。我觉得，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我是那种工作场合，然后我很怕有人落单，我就会很想要跟他讲话，然后你应该是当社工人员的。对，不是，我真的会有这种，就是会有这种想法，我就是会想要带着这个跟大家很不熟的人，因为你是侠女啊，就是进到这个大圈里面，就我很爱做这种事。你喜欢热闹的感觉，可是我不爱热闹的感觉。我厌恶热闹，我是那种去跟朋友，即便很要好的，像我跟唯一我们这样很好，我们出去我还是很开心。可是我会一聚餐完我就会爆累，就是我会回到家要放空2个小时，消耗很多能量。对，就是唯一有这么难搞吗？不是他们很难搞，我吃太多了，然后他都没有吃。不是啦，是我是那种只要很多人一起讲话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流动，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消耗，就是我会听人家最近发生什么事啊，然后真的想这样子的交流，我会压力很大，所以交新朋友我就会压力更大，因为我新朋友我会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人家，而且我是那种会刚刚讲的大肠什么急躁症，我就是会拉肚子，然后胃要随时带。像有一次我就有发生过。我就是因为那个事件，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焦虑。就是有一个朋友，我们也是工作上认识的，然后他有先约过我一次，我就拒绝他了。我就说因为我有什么就不行。结果后来下一次他又在约我，刚好要约的是有一个人生日，然后那个生日那个人呢，也是我超不熟，就是可能只有工作才碰到，但就是算是共同朋友。然后因为是那个人生日啊，我就会觉得好像。我就应该要去，而且这个人就是约我这个人，我又拒绝过他一次。那我这个人有那个不好意思病，就会开始小剧场，觉得说我上次已经拒绝他，我这次又拒绝，那怎么办？会不会很难搞？人家一定会觉得我怎么样什么的。不行，好啊，我还是去好了。合群啊。对。一出门就有压力，录影焦虑大爆发。我被一个很信任的朋友骗了几百万走之后，什么？对，从那之后我开始，我一蹶不振。我想到朋友到时候看到我的表情，压力很大。其实我今天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对面那一位。上次出来跟这次，你是变胖啊？好焦虑啊！我哪一家？我想吐了。
我上次已经拒绝他，我这次又拒绝，那怎么办？会不会很难搞？人家一定会觉得我怎么样什么什么的。不行，好啊，我还是去好了。合群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去了，我就决定要去了嘛。然后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每天呢，我都会有这种。开始有吸不到气，你开始用肩膀呼吸了，有点恐慌要有一点像是肩膀呼吸，可是主要是那时候的感觉是胸闷，我常常会胸闷，然后会很心悸，心里有事儿嘛？对，心脏本来就不好了耶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是不是因为我2尖瓣膜脱垂，然后我又有气喘，我那时候想的是可能我身体不舒服。然后到那个就是正式要去的那一天，我就想说不行，我真的太不舒服了，我觉得我都吸不到空气，我一定是气喘。焦虑。我就去急诊，然后我还跟自己讲说，因为已经答应人家，之前拒绝，所以我即便急诊完，我也一定要赴那个约，这样。这也太负责任了吧你！然后后来去了之后就检查，我那边等嘛，因为其实急诊你知道所有检查都基本都要做一次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。哎，小姐，就是你没有气喘哦，你现在没有发作，就是你现在是心理压力、心理的问题。对啊。然后我那一刻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大哭，就突然哭了，突然对到症状了。对，就是突然觉得哎，我怎么了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拍了我的那个就是急诊室的单子给我那个朋友，我说我现在在急诊，我没有办法去，就是很抱歉，然后我真的不太舒服。然后对方其实也就身体重要哦。就是你就好好休息，也没有一定要你来的要道理。对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干嘛把自己就是逼到这样？然后也因为那一次有这样子的问题之后，我就才发现，原来我对就是人际关系是有一点，不是有一点，就是很焦虑。先生有针对这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啊，你的先生。因为他也是蛮焦虑的啊，真的。所以其实你们两个，其实他不算焦虑，他是怪啦，他会选择很直接，就是不会去，就直接拒绝。可是我有不好意思病啊，我会很难拒绝，所以你们两个相处是很舒服的。对啊，还蛮，因为都不爱热闹。对，雨桐很矛盾。他是我们这一群我们定期聚餐的里面，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，他是主题的发想人。那他每次都会定一些活动，像是年底就一定会有那种。交换礼物，那交换礼物不会只单单交换礼物，要有好的礼物跟废物的礼物的交换，天堂地狱，对他都会想这些。但每次弄到最后来到现场，然后玩到最后，然后贤志哥都会跟我们说，你知道他为了这一次这个活动弄得自己有多烦躁吗？太冲突了。对，就是我会很希望我们一群朋友出来，好像就是每次出来都有一些什么事情啊，就有一些什么回忆啊可以去做。可是我觉得大家喜欢，我就很愿意做这件事。可是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。其实很累。来，唯一该你了。我看看你的焦虑。什么事会让你心慌呢？跟身材有关？就是身材啊，身材焦虑啊。因为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差了20-30公斤了。对，我看过你最瘦的时候。你看，有吧？有，从打球那时候，然后最极端的时候是从生小孩之后。OK。生小孩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体质开始变化，然后就开始狂冲，然后冲到最巅峰破100。你是一起坐月子的关系吧？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对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，可能压力或是后来有检查出身体状况，就在小孩子出生之后，然后就往上冲。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，我应该是从我被一个很信任的朋友骗了几百万走之后，什么？对，从那之后我开始我一蹶不振，就开始会觉得，我好像体重或身体状况开始慢慢的越来越糟，越来越不能控制。然后这个焦虑就是每次出来，我就是。身边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的那种眼光，因为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说，你不要再吃了。但这点是我最痛苦的，因为我真的吃很少，大家都不相信这一点。我真的吃超级少，但是大家会觉得，因为我做餐饮有关，所以我一定是贪吃。所以这件事你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吃出来的？可能是什么内分泌失调之类的。后来检查了，内分泌失调跟甲状腺低下。就是平常你觉得，你说出来玩也好，我们这群出去玩也好，或者我来工作，其实都是开心的。但是我想到朋友到时候看到我的表情，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。其实我今天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对面那一位。我关心他，你关心他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今天看到他，我就说，唯一上次出来跟这次，你是变胖啊？好焦虑啊！然后我就走到一半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录了，就压力很大。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压力源，对，但我知道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其实是关心，想知道我身体怎么了或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但那个回家之后，
压力会更大，因为有好几个点会让我在家里的时候那个自责啊，或者是沮丧感会爆升。一个是洗澡的时候，你就是脱光站在镜子前，就想说这谁啊？到底？你看以前哇，你的整个肚以前哇塞，对，我认识你的好啦，真的，好啦6块肌耶，对，帅惨了，就是以前是这样子，所以帅惨了。在镜子前面看到这样就会很烦躁，很烦躁。然后再来是生活上有2个东西会让我也会很烦，一个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哦，我穿袜子，因为穿袜子肚子在这边嘛，对我会卡住我会卡住，然后穿完会超喘，所以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有一个是。因为我儿子现在1岁多，所以常常是要我抱着，我老婆可能抱不太动，都是我抱着。那因为我以前有肌肉嘛，有胸肌，那当变胖之后，它就会下垂。所以下垂的时候，有些衣服因为是比较软的材质的衣服，就会显现出下垂的胸部。然后抱着他的时候，那小朋友1岁多，那手就是很爱去东抓西抓，对抓，而且真的抓很准，对就是会抓到奶头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所以很常发生这种事。然后我他抓还戳，对，很大力，因为他会抓那个点，很用力。干妈要不要下次让他抱抱？你抱抱看。他是我的干妈。但这个困扰是这样，我跟朋友聊天，譬如我跟医生来聊天，我抱着儿子，我们在明明就很正常，我们可能在外面露营，天气很好，然后聊，哎，医生最近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我突然间被掐到，然后会娇嗔哎，我跟兄弟聊天莫名其妙娇嗔啊，我这我很困扰哎，好几次，我觉得，因为你真的会那个控制不住的。医生，我觉得你那个鬼屋外景不要再去了。对，是有点舒服。跟兄弟已经很怪了，我跟女生朋友聊天这样子的话还得了？对啊，所以会变成我不管是带小孩出门还是我自己出门，我都有很多自己觉得很麻烦的地方，然后让我压力很大。哎呦我的天！光听你这样讲，可以感受到这个焦虑。对啊，而且我以前也没想过，就是自己会发出这种声音。那有可能经过治疗，然后就会再射回以前吗？还是？之前都找不到原因，我真的是最近才确定说，哦，原来身体有这个状况，有找到原因就好了。有跟医生现在在做治疗中，希望能够赶快回来。你只要健康就好了。对啊，而且要乖乖治疗，找新陈代谢科医师要定期追踪治疗，非常重要。你要找的是新陈代谢科。定期的验血是不是？对，定期验血。他如果要你开什么药，你就乖乖吃，千万不要停药。哦，好。医生解压法宝，却让气氛变奇怪。焦虑的时候，你这边会整个很像被人家揪着抓住的那种揪的感觉，这个超级解压。一开始痛，对，一开始痛，后来你真的会爱上它，很有感耶，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单养一后来，你辛苦了。那怡芳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焦虑的案例吗？啊，我的碰到的焦虑案例才多了。你想想看，我刚才讲过，我当42年的营养师，我什么样的 case 都看过了。好，我们先讲说，大概30岁到55岁，这个族群其实很多是焦虑的病人。哦，那不管男女都是焦虑。好，我们先讲女生，女生为什么焦虑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女生呢，大概她的孩子应该是在成长期。对。那如果说这个女生呢是刚好身高不高，好，所以她的压力会更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俗称嘛，好，爸爸高一个高，妈妈高一窝高。他刚好是不高，所以他怕只有一个高，所以他只要孩子一到那个成长发育，大概8、9岁的时候，妈妈都超紧张的。哎，万一我的孩子跟我一样长不高怎么办？所以妈妈就会带孩子来，希望我能够帮他孩子转骨调整体质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年龄呢的女性呢，其实会有碰到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女人过了30到40岁的时候是个分水岭，第一个。皱纹长出来的，对，没有化妆，卸妆之后呢，气色不好，对，啊，女人是不是很焦虑？对，这个女人焦虑。那男生的话呢，其实会来看我门诊说，啊，我好奇怪，我最近体力不支，我觉得很容易疲倦，疲累。那再来呢，超过55岁，就像我们这种熟龄的哈，银发族，那其实我觉得银发族让我觉得非常头痛的部分就是外面资讯太多了，所以再加上银发族这些人，比如有糖尿病啦、高血压啦、三酸甘油脂过高啦、脂肪肝啦，一大堆问题。
所以不管是年轻的小孩子，还有年轻的妈妈，还有爸爸，甚至银发族，我觉得这些人最大问题就是体质没有做好自己体质控管。所以说人生有几个关键期是要可以好好调整体质。对，一定要好好调整体质。好，就讲个我的例子好了，像我的女儿2月中的时候呢，去日本出差，流感大流行。然后她是去那边出差，顺便要跟日本人一起工作。你看，当妈妈会不会焦虑？会，超焦虑。会。所以呢，所有感冒药全部帮她准备好。危险。然后呢，她特别把庄淑琪的本草萃滴精那个本草那个配方哈，她特别带了大概20包带过去日本。你想想看，飞机都可以，她坐飞机都可以带过去。所以她说她每天晚上就喝。然后她跟我说，日本下雪，她说我的手脚是热热的。这对女生来说很重要。重要。对。等一下介绍各位怎么样方便做个好妈妈。有带来。来，这好像一整套了。对。这款呢转大人萃滴精呢是庄淑琪博士特别为她外曾孙还有外曾孙女3胞胎所设计的本草植萃配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她的外孙女啊身高其实只有162。刚才说妈妈高，一窝高，可是妈妈不高，只有一个高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家最厉害就是他的3个外曾孙跟外曾孙女，外曾孙180公分以上。外曾孙女的话也被170公分以上，很高，这是3胞胎哦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所以厉害在这里呀。那这边呢分成少男成龙转大人跟少女成凤转大人，它里面呢有个共同成分叫做古法炼制的滴鸡精，还有它里面有个祖传秘方叫做米精红枣露。8、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，到20岁，那我儿子9岁可以开始喝了，差不多一定要差不多。到20岁这个阶段之后是转大人最重要时期。你们刚才打开来就喝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最重要我必须讲，它非常便利。现在我女儿叫我炖鸡汤，我说非常简单，我打开鸡汤已经炖好了，所以是不是很方便？常温保存，然后加在热水泡一泡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你讲的常温保存，我要讲个很重要的食安观念，大家听清楚。所谓常温保存，我们就是高温灭菌杀菌，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像这种样子，这叫多层的履带。那而且你看外面是不是非常厚实？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硬？对，是多层次的，才能够经过高温高压的杀菌，才会灭菌。后杀了。那这边呢，庄淑琪博士有针对男性壮年人研发的壮大人萃滴精，它里面有什么成分呢？黑玛卡、黑牛蒡。哇，其实讲到黑玛卡、黑牛蒡，我相信男生听了都会笑，我都不用讲了，因为广告很多，好不好？2宝就靠它，就靠它了。里面还有一个赤五加跟北虫草。赤五加呢，它其实会提升我们身体的氧气含氧量。那北虫草就是让我们对抗一些病毒感染的时候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防护。好。然后女性呢，其实就像我女儿，她有手脚冰冷问题，所以呢，庄淑琪博士就特别推荐一个叫美女人萃滴精，里面当然有自物啦、当归、川穹、熟地、白芍。除此之外呢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女生看了都会笑的，就是日本顶级专利金丝燕窝，哇，这个超厉害的，金丝燕窝听起来很高级。对我女儿只要听到金丝燕窝，眼睛就笑了，她现在素颜都敢出去。她觉得她的脸色都红润。当然呢，其实另外一个配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对我们这种银发族其实很好的。那这个配方叫做七枣苷萃滴精，这是经过教宗赠勋的，因为它有个故事，就是教宗当时被枪伤之后呢。事实上，庄淑琪博士是帮他调理好，所以呢，就赠这个勋章啊。所以它有一个很微微的甜味，是那红枣的甜味。对，它里面是用鸡心红枣，7颗鸡心红枣。另外还有古法的滴鸡精，对，还有米精露。透过这个5转系列呢，其实我觉得庄淑琪博士就很厉害，他把全家人健康都照顾好，而且他是利用我们所谓100年的文化食疗的养生，是中西合并的，其实是蛮厉害的。那他有个顺口溜哈，其实我帮他有个顺口溜，我觉得蛮好的。1转2转成龙成凤转大人，3转4转男人女人顾本源，5转7转肝长寿好活力。哎呦，好，男女老幼都需要。对啊，这个一转呢，我想什么事都转了，真的，风生水起好运到。喝一喝就不焦虑了。哎，来一起转，大家一起转。夏雨桐疗愈萌宠，竟让杨雅竹下风。跟很多人接触，我就会很焦虑，所以我就是要找一个方法，让自己可以很专心。我养蚂蚁，你养蚂蚁，我也
酷哦！我有一个好，以后有一只是你冷。那我们在转着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环节，现在要靠大家帮忙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环节是去焦虑走，直接撇步超有效。有效。那个撇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不好？来，医生，你先来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人都应该拥有的。哎，滚筒，按摩滚筒，哎，不会，这个超级解压。一开始痛。对，一开始痛，后来你真的会爱上它。爽痛。像雅竹刚刚就有讲到说，他都是用肩膀呼吸嘛。然后呢，其实焦虑的人，他就是身体上面如果有一个地方松开了的话，他的焦虑就至少少掉一半。哪一个地方？就是脖子后面这边。哦。其实我们的焦虑的时候，你这边会整个很像被人家抓住的那种揪着的感觉。所以像我这个滚筒，我长期都是放在我的那个枕头旁边，然后在睡觉之前，在你躺枕头之前，你是古人啊，睡这个枕头。不是啦，先用这个滚轮，然后就垫在你的这个脖子后面这边，然后你就是从这边转，从左边大概45度角转到右边45度角，整个压在上面。对，然后我除了这个背面会做之外，我还会用这个方式弄脖子啊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这有确定是你吗？我觉得这是很特别。可以这样弄吗？这个真的是我自己，这个最好不要哎，出来的，因为这边是颈动脉耶。对呀，真的。对啊，颈动脉。我也不建议。是啊。你身上有好多筋膜可以松开，你松这干嘛？这就要松了，我就是会前后。这边千万不要，你不要给别人按摩，因为不小心之后呢，可能会引起这个破裂或中风，所以千万不要给别人碰。好，那这边不要，换别的，这个淋巴就好了。你换别的，后面可以，后面我觉得很棒，怪你还你的很焦虑。头弄个中轴线，那中轴线往前都不能乱弄。对，这中轴线往前都不能乱弄，都不能以后可以。这边以后可以。对，好，所以那个淋巴真的很，你好好说服真的。你放着。谢谢来，唯一，给我们一个教材。尝尝看来我。应该爆痛哎。然后你看，谁知道？哎，这用完应该很好睡。对啊，这个脖子滚完以后，我怕睡得起不来了。好，左右好的，先不要动。目前感觉怎么样？已经有压迫啦，然后但是有一点。可是如果要按摩这边的话，是不是有比滚轮更好的方式啊？我觉得这个好像太激烈。就是按摩球就好。慢慢的往右边转45度，对，转。我觉得太放松筋膜，这个太激烈了。好，停。好，慢慢转回来，转这边。这种滚轮感觉适合的是大片的肉，不是这个小对，会很有感的，其实这样真的蛮有感，很有感的这一段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啦，这感觉可以还很有感哎，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三氧一热，唱歌，你辛苦了，你怎么没有练习唱歌？唱歌你不能不必呀！你谁考？有吗？有放松吗？其实应该有了，你如果觉得有放松，对你有绷紧的点，你按压之后呢，其实它是一个放松筋膜的效果。全身上下都是筋膜，整个推开，人生感受完全不同。真的哦，那要持续啦。要，每个礼拜都要啊。夏雨桐你怎么去？因为我刚刚有提到，我就是跟很多人接触，我就会很焦虑，所以我就是要找一个方法，让自己可以很专心。过去我试过打电动，我打了6个小时，结果我3D 晕，我就去吐了。哇，主视角那种，对，我就萨尔达那种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打萨尔达，然后打了6小时。哦，是一个神作啊，对，非常好玩，最近雕塑的一个游戏。对，然后结果我就吐了很惨。Switch 的游戏。你为什么不带我玩？你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吧？不会。Switch 但所以后来我就找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也很专心，然后而且会让我觉得时间就咻一下就流逝掉了一个很有趣的宠物。宠物。我养蚂蚁。我也想养哎。
我跟你们说，养蚂蚁非常的好玩，因为你会为了想观察它1个小时，就比如说像我这个蚂蚁，一开始它会在试管里，你要让它搬家到这里面。它是一个蚁后配大概15只工蚁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你要让它，你连这个也研究啊？对，你要让它搬家的话，有些可能3个要1个月，然后像我们家是3天。我有一个好，就是有一个蚁后。以后很大只。对，有一只那是蚁后。你冷静。可以拿起来看吗？可以啊。里面那个好大那只。对，这一只就是蚁后。哇塞，还要生蛋呐。对。因为蚁后其实它蚁后是不工作的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这只蚂蚁这么大？没有，其实蚁后它就是长这么大。对。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好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这些蚂蚁你现在看到的，它其实都是母的。你听到的什么工蚁啊、特化工蚁啊，它全部都是雌性的。这个雄蚁什么时候会生出来？就是它觉得我需要生蛋的时候，它就会生出一只雄蚁。雄蚁一交配完，它就挂了。它的功能就是交配。没错，它到时候族群变更大，还要换更大的窝给它。会，就是现在这边大概有20只左右。然后我的目标是今年想要养到100只。好哎。养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就可以观察它们的社会结构啊，你会觉得会很有趣。这好适合爱人哦。大一点的蚁窝，它还有分那个管道，没错，就是你可以看，它都设计好了，就是会有这种分很多房间，就是一个地面以下的，那就是放大啦。对，这个是大的，然后像这个大的，它就是另外一个品种。这个我现在这一只叫大黑巨山蚁，这一个叫做甜蜜巨山蚁，然后它的身体就是金黄色的，像这样子，然后看到旁边还有那个抱着蛋，那个就是它的幼虫，而且他们会自己把垃圾从窝里面把它搬上来，放在平面上，他们会乖乖自己丢垃圾，他们其实超爱干净，会丢垃圾，好酷哦，对吧？然后蚂蚁吃饭，它们的腹部啊会变大。就是你就看他们吃，然后它肚子就嘟，就开始变大这样子，很有趣，很有趣，这真的很疗愈。对啊，这很疗愈哎，是不是想养？感谢，想养，欢迎加入我。运动系舒压方式，爽到自己艰苦到它。那我自己舒压的方式就是每次在踢之前，我会想象骗我钱的人的脸在这里，还钱啊！哇，我感受到你的愤怒哎。是不是想养？感谢，想养，欢迎加入我。你刚刚在讲的过程中的眼睛都有光啊，好玩啊，真的很疗愈，都有光啊，而且这又不占空间，也没味道。对，没有味道。对。除非你要喂它吃蟑螂啊，那可能就会有。哎，不用。可以吃蟑螂吗？可以。它那个饲养那个有一个品种的蟑螂，那基本上它吃蟑螂，其实它是用吸的，它会把它的身体都肢解掰开，然后吸它的体液。会把蟑螂肢解。现在除了开始看医生在调解以外，我也开始重拾以前的运动了。那我的教练又觉得说想要帮我快速的提升基础代谢。所以开始带我上拳击，但拳击以前我上过，有基础，所以他后来就带我这几天刚开始带我练泰拳。所以泰拳对，然后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路，完全不同，但是好爽哦。泰拳很累耶。对，然后我带道具来，就现场我可以舒压一下。那谁跟你对练？对练可能会有点怕危险，因为要有一个默契或是专业，所以我这2个就是全套的对练。就医生了。就叫我到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到那个沙袋，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减压嘛。对，我跟你讲这个啦，你拿这个。劈腿，腿把给你，腿把，这手把，这腿把。你在那边。等一下，平常就是要经过这边 1 2嘛，1 2就好。来，一般是1 2这样子。来，好，1 2 1 2 1 2，大概就这样。哦，就这样，来回过招。那你 hold 住哦，hold 住哦。而且还有一个我自己舒压的方式，就是每次在踢之前，我会想象骗我钱的人的脸在这里。1 2，还钱啊！还钱啊！滚轮，需要放松。对不起。你那个滚轮的会让观众很放松。那个人真的欠你很多，很多。哇，我感受到你的愤怒哎。你刚刚飞出去的画面很好看，好笑哦。
看舒压的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任何运动都可以减压了。真的好简单又粗暴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的舒压就是吃甜点哦，疗愈吧。吃甜点能够舒压的原因是什么？它糖分会进入到脑部，脑部会刺激一些血清素上升，血清素大概是这样子。哦，不是多巴胺啊。对，血清素后来就变多巴胺，两个是差不多一样东西，但是要适量。如果太多了之后呢，你反而会焦虑，越变胖。哦，只要适度就可以，没问题。有带来介绍给大家是女明星可以吃的蛋糕，我觉得哇，漂亮！疗愈。介绍大家日本的戚风蛋糕。日本的。就是戚风蛋糕的棉跟外面的海绵蛋糕的棉是不同的，然后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鲜奶油，你一定没有吃过这种鲜奶油，因为它的都是现打的。像我朋友生日呢，我都会买这个，因为我自己想吃，然后我去的话都要等10到15分钟，因为它要现打。我们都一起来品尝哦，那应该是先吃，我们一起来减压，要先吃海绵体，不是蛋糕体，先吃它蛋糕体。这家我常常去吃，然后这个是伯爵，真的很棒，因为它东西很纯粹，没有乱添加，你可以吃到它的蛋糕的原味。你看，看，我看，哇，还有回复哎，对啊，好好哦，好史莱姆啊，它深度像那个斑斓叶的那个绿蛋糕，这是红茶的，茶香味超重的，对，这家真的很棒，这个我应该可以一个人把它吃掉，太多了吧？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我说不知不觉的。分一点给蚂蚁吧。我在外面没有吃过这种鲜奶油，因为我很怕那种很重的那种。我知道，哦，它的鲜奶油是扎实的，不是松的那种。因为你很怕假的鲜奶油的味道，没有很浓。可是它不是很松，我有吃过很松的，很松软的，它是有口感的，它是一个浓度大概提高5倍到8倍之间的奶盖。哦，对，口感也是那样，对，有没有？形容的真好，那个整个绵密的感觉，它口感是很绵密的，因为它的鲜奶油是用真正鲜奶去打的，因为外面有些鲜奶油不是用奶油，是人造奶油去打的，所以两个味道不一样，所以你会发觉它真的有奶香。对，就是把它含在嘴巴里面，然后慢慢化开以后，对，就会有那个甜的那个香味。所以这种不会吃起来不会胃食道逆流。这营养师也是要研究甜点的哈。对，因为我爱吃。今天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焦虑，谢谢，焦虑解决焦虑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很受用。OK， 好不好？对，祝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舒心畅快的生活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。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